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4期。上期有讲到这样一款暗黑神的挑战，说到它的迷宫里有大量的重复场景，很多都像复制粘贴，而且不带改的。我对这种设计有很大的意见，倒不是因为这游戏本身做得差，而是它让我回想起小时候遭遇的一件事情。那会儿还是上小学，跟父母一起到一个远房亲戚家玩。第一次去他们家，到了那儿，亲戚看我一个小孩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就带我到附近的一家包间房，嘱咐了一下到点回家吃饭，然后就离开了。我玩到了时间差不多到饭点，一个人从包间房出来，发现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个地段属于老城区，整个一片的住宅区域全是很老式的平房，每家平房的结构和颜色都差不多，应该是很久之前统一规划的，连房门的位置和大小都一样，全在屋子的最左边。对于我这种第一次来的外人，根本看不出区别，唯一能看出的差异是有的房门是开着的，有的是关着的。我出来的时候记得是开着门，但门里面又是直接连着一个很窄的木质楼梯通向楼上，即使门开着，从外面也只能看到样子差不多的木楼梯。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有些家里座机都没有，无奈我只好顺着每家展开调查，只要是开着门都爬上楼去，当然就见到了很多陌生诧异的眼神。整个的过程我也没有能够开启对话功能，用了大半个小时才找到地方。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爸还说我打游戏非要玩到天黑才回家吃饭，我也不好意思说，多玩了一把真人迷宫冒险，而且体验不佳，因此也很肯定游戏要是这么设计一定好不了。不过更无语的是，最后从亲戚家离开的时候，发现包机房就在出门左转的一条巷子里。接下来讲正题，介绍1987年8月发行的游戏大逃亡。这部作品的原版是1985年由一家欧洲的公司开发的电脑游戏，叫做蒙蒂大逃亡。原版的主角是一只鼹鼠，来到红白机上由杰里可开发发行了磁盘版，相比原版进行了大量的改动，故事和玩法调整，图形全部重新绘制。红白机版的主角还是叫蒙蒂，但这里他是一个人类，职业是一名记者，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女友玛丽莲拍下了真凶的照片，但被凶手抢走了，女友也陷入了危险。蒙蒂决定越狱找到真凶，总共4个关卡，每个关卡开始前都能选择一件武器和一个特殊的物品，各有6种。枪和弓箭威力大，但子弹有限制，关卡里的子弹很紧缺。近战的剑和链锤威力稍弱，剩下的2种远程武器威力最弱，虽然有一个是手雷。选择合适的特殊物品可以减小关卡的难度，例如人物在水下会持续受伤，但如果持有氧气瓶就能避免，防毒面具可以避免毒气等等。每关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消灭敌人，关卡有轻度的迷宫属性，要探索找到几张真凶照片的碎片，所有找到的碎片要在游戏的末尾使用，拼出完整真凶的头像。除了真实的碎片，还有一些假的混在其中。沿途能获得几种道具，最主要的是苹果，红色的回血，绿色苹果增加生命的上限，另外有少量强化物品，作用不大。关卡末尾消灭 BOSS 后会出现一个正确照片的局部图案作为提示，4个关卡全部的提示正好凑成一张完整的图案，每2关有一个奖励关，这里获得的奖励时间用到最后的法庭上。最后来到法庭上，在左侧的方框玩拼图，由12个碎片组成，一个3×4的大小。如果集齐全部碎片，右侧会有20块，其中一些是假碎片。正确拼出后无罪释放和女友回家。如果在前面收集的碎片不齐或者拼错，就会被判有罪，被警察带回监狱。这部作品的玩法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关卡的设计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好，场景里充满了各种花样的陷阱，主角要十分小心，否则就会体验不同的死法。照片的碎片隐藏的位置很不好找，所在的地方都看着很普通，而且一定要到达那个地点才会出现。如果自己探索不看攻略的话，得把每个犄角旮旯都踩一遍。操作的手感还不错，体现了杰里可的基础实力，画质整体过得去，敌方的角色设计不够好，音乐很单调。个人评价3颗星。家庭教练系列5迷宫大作战。万代这个体感系列应该是红白机上续作出的最快也是最多的了，隔2个月又出一部，
已经到了第5部，这作只发行了日版卡带。游戏玩法是在限定的时间内逃离金字塔的迷宫，使用地垫控制器壁面，只要在上面原地踏步就能前进。主角是一个戴着蓝色帽子的小男孩，他走在草地上，被可疑的先知奥巴巴告知，一个戴着蓝色皇冠的英雄带回了沉睡在迷宫中的古老宝藏。于是他被迫来到了巨大的地下迷宫，左下方显示人物的生命值，右下方显示物品栏。总共有5层，共有28个关卡。探索过程中会出现怪物和各种障碍陷阱，通过地垫控制器完成转向、左右移动、跳跃等动作，把双手放在地垫对应的位置，还有俯身动作。逃出迷宫的方式很多，避开敌人和陷阱，获得全部的道具等等。除了正常的游戏外，还可以玩5分钟迷宫模式，在5分钟的时限内逃离随机的迷宫。到目前为止，这部作品是整个系列里最接近完整游戏形式的一作。之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偏重体感运动，而不像这部把游戏性作为重点。不过即使这样，也不代表它就好玩。通过地垫将玩家的动作传递到游戏中，转换成角色的动作，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很容易出现操作不精准、一定程度的延时这类问题。一旦节奏快起来，就不好掌握了。个人评价2星半。障碍滑雪赛，这是一款街机移植作品，开发商 Rare 是一家英国的游戏公司，早年和任天堂关系比较紧密，2002年被微软收购，成为旗下的子公司。这款障碍滑雪只发行了 NES 版本，没有日版。玩家控制一名滑雪选手，视角从人物背后以第3人称呈现，从顶端出发，不断下坡，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完成比赛。左右方向键向两边移动转向，上下方向键调整姿态，实现加减速度。A 键跳跃，沿途要避开各种障碍物，如树木、雪人、其他滑雪者和小孩，碰撞会导致速度降低。还得要从2个旗门之间穿过，如果错过旗门也会有减速惩罚。有一些凸起的雪堆，从上面滑过可以跳起，完成自由式技巧能获得加分。一个赛道结束后，末尾的结算以剩余的时间分数加上自由技巧的分数。开始界面的 Snowy Hill、Steep Peak 和 Mount Nasty 代表了3种不同难度的赛道，从易到难，每个难度下又有多个赛道。作为一款早期的滑雪游戏，按现在的标准肯定是缺乏真实感，放在当时各大媒体的评价也都不高，认为没有抓住滑雪运动的精髓。滑雪这项运动我到现在就只玩过1次，还是在室内的人工雪场，实话说觉得比较危险，容易扭伤。这部作品是否抓住了精髓我不好说，但角色的臀部太突出，比较影响操作和注意力。画面和音乐也都一般般，个人评价2颗星。麻将家族，艾瑞姆在磁碟机上发布的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红白机上的第4款麻将游戏了。据说发布时的定位是针对中级以上水平的麻将爱好者。这款游戏虽然从封面上看到有4个人，但进游戏后发现都还是2人麻将的类型，而且只能单人游玩。开始界面有4种模式可选，上面的2种模式分别是教学模式和普通模式，玩法上都是一样，不同的是教学模式里有提示，可以参考提示进行下一步操作。第3种模式一发麻将，类似一种好牌的模式，玩家和电脑对手被分配到较好的起手牌，然后摸到好牌的几率更高。我试了一下，这种模式里如果是比较大的胡，输赢金额都很高，一把就能把手里的钱全部输光，变成负数，玩起来更刺激。日本的麻将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凑一满牌，不过我只了解最基本的麻将玩法，不懂这里面的倍数都是怎么算的。第4种模式上级麻将，这个模式下电脑不会自动把牌理顺，全部打乱顺序，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考验玩家的整理能力和注意力。看得出日本人也是真喜欢麻将，在这上面稍微有点不同的玩法就能出一款新的游戏。据说艾瑞姆的这作卖的还不错，不过对我这种不太热衷的人来说，和红白机上的第1款麻将游戏体验差不多。个人评价2颗星。2100大冒险，游戏的发行方国王唱片隶属于讲谈社旗下，也是一家老牌的唱片公司。这是一款横版动作作品，故事背景是外星的不明飞行物撞击地球，
主角小女孩的弟弟被外星人绑架了。这时出现了一个神秘机器人 Lopit， 帮助女主角一起寻找她的弟弟。开始画面中出现的红色机器人就是 Lopit， 小女孩坐在机器人的身体里 ，A 键跳跃，B 键发射子弹攻击，按住 B 键可以加速，类似马里奥的控制方式，但手感要差很多。机器人从较高的地方跳下来会变成小短腿，有几秒钟的时间速度变慢。如果被攻击或碰到敌人，主角就会从机器里跳出来，这时他不能攻击，要在30秒内收集强化道具，然后回到机器人那里将它复活，超过30秒就会挂掉。如果实际玩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设定很难达成，只剩下小女孩和直接挂掉没有太大的区别。初始状态机器人只能发射单发子弹，速度也很慢，有2种不同类型的强化道具，一种红色的球，获得的方式是跳上去然后下来，它会变成3个字母 P 的强化道具，可以多段升级，提高子弹的速度和增加子弹数量。最高到3项攻击后，如果再强化，机器人获得在一定时间内飞行的能力。第2种强化道具绿色的三角形，跳上去后获得一段无敌的时间，之后变成绿色的字母 P， 强化攻击后获得一个发射锁钩的能力。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颜色很相近的球，但实际上是陷阱，很快会变成敌人。每关的目标是到达终点，进入传送窗口过关。虽然是横版动作类型，但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消灭敌人。关卡里设置了些解谜元素，想要顺利通过某些场景，一方面依靠2种强化后的特殊能力，另一方面发掘隐藏的内容进行解谜。但发现隐藏的方式很特别，有的要在某些地点反复跳跃，或者跳起后连续射击某个位置。总共12个关卡，有自然的主题，岩石、大海、沙漠、湖泊，也有科幻的太空和基地主题。想要看到最终的结局，得通关2遍。这个设定和魔界村是一样的。关于这部作品的好坏，首先要说能看出制作是用了心的，有很多小的细节设计，关卡主题鲜明，敌人也有特征和差异，但它玩起来并没有太多的乐趣。根源在于大部分的内容并不是依靠熟练的操作技巧来通过，而且要依靠某种并不成熟的设定好的方式。解谜让人摸不着头脑，又没有提示，有谁会没事在一个地方不停地跳呢？而且大部分不解开就不能继续前进，很容易卡关。乱七八糟的陷阱也很打击人。总的来说是个失败的设计，个人评价2颗星。立体赛车，史克威尔推出了一款赛车竞速游戏，坂口博信担任设计师，日版名直译过来叫做公路之星， NES 版名字是 Red Racer， 由任天堂代理发行。正如游戏名，这是一款伪 3D 赛车作品。在游戏中按下选择键，画面变模糊，在这种状态下可以通过佩戴单独出售的 3D 眼镜实现 3D 视觉效果。这也是第一款兼容了 Famicom 3D 系统的游戏。它和任天堂的 F1 赛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视角也是从后方 A 键加速 B 键刹车，左右方向键转向，时速在90到100公里左右时可以使用涡轮增压，最高时速到255公里。画面的正下方显示车速，驾驶过程中看不到赛道地图和行驶进度，只能从底部字母 S 和 G 中间的一串三角符号的里程表查看。左侧是剩余时间，要在时间耗尽前到达下个检查点补充时间。检查点的标志是公路边的格子旗。到达终点过关，进入下个场景。总共有8个关卡，每关都能欣赏美丽的风景，有旧金山的夜色、雅典卫城、广阔的海岸线等等。可以选择2种不同的赛车，法拉利328或者一辆 F1 赛车，性能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外形不同。因为是公路赛，有时会遇到上坡或下坡的情况，上坡时视野受到影响，下坡视野更加宽阔。与赛车碰撞不会爆炸，只会减慢速度。如果撞到赛道一侧的障碍物，会猛烈地弹起翻车，速度降到0。游戏要尽量的避免碰撞，因为时间是很紧张的，容错率很低。特别是到了后面，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到达终点。这部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 3D 特点，游戏的画质相当优秀，缺点是玩法比较单一，难度曲线设计的不太合理，到了后面突然就变得很难，操作手感不太好，特别是高速转弯产生打滑，显得非常的突兀。实际的 3D 效果我没有体验过，但想想当年的技术水平，应该不会太出色。个人评价3颗星。
轰炸之王》。这款游戏是哈德森和一家叫艾康的公司联合开发的。这家公司起初是杰利可的子公司，后来2次更换东家，成为 SNK 旗下的子公司。这作发行了日美欧3个版本，日版发行方哈德森，其他地区由杰利可发行。欧美版的名字叫机械勇士。日版的故事背景是纪元2036年，阿泰尔星球的人们突然遭遇了寒冷的冬天，造成了严重破坏，起因是超维生命体的入侵。于是本作的主角战斗机器人骑士降临。美版的背景设定中，主角是一个半机器人，对抗外星球敌人的入侵。游戏的核心玩法类似炸弹人，一度被定义为炸弹人的续作，不过后来有了新的炸弹人2，但它仍然被归类为炸弹人系列的作品。俯视横向卷轴的场景和炸弹人一样用炸弹清理障碍，但增加了不同的元素，没有时间限制，增加了生命值系统，显示在右上方。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被敌人攻击也会减少，能通过特定的道具恢复生命。共有8个时代27个关卡，在每个时代达到一定的分数，人物升级，最大生命数会上升。除了炸弹，主角可以用光束枪攻击敌人，次数没有限制，但射程比较近，威力也较低。炸弹的爆炸范围不是十字，而是3×3的方形区域，相邻位置的伤害大于斜向位置的伤害，对障碍物、敌人和自己都有破坏效果。后期如果主角血量够高，可以承受1次爆炸伤害。炸弹数量有限，显示在画面的上方，也能通过道具补充数量，最多一次放2个，可以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游戏中的道具种类非常丰富，但没有任何改变炸弹属性的道具。有些道具获得后计时使用，可储存的道具在菜单中查看数量和使用。当进入一些地下区域时，需要用蜡烛照亮周围3×3的范围。地下区域敌人很多，但也有着大量的道具可以拿。道具除了前面提到的恢复生命和增加炸弹数的，还有加速鞋子、直线伤害的超级导弹、全面屏幕的闪光、短暂无敌的超字和强化光束枪威力等等。另外，防水道具、灯和100万吨级炸弹属于比较稀有的物品。通常过关的方式是找到场景里的钥匙，场景右侧的出口就会打开，到达出口过关。有的关卡里还得找到秘宝，否则会一直循环。完成一个时代有道具商店，在第3、5、7、8 4个时代末尾还有 BOSS 战，第8个时代是2场 BOSS 战。通过这些介绍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有着很丰富的内容，在之前炸弹人基础上大幅进化，敌人也有了各式各样的特点，更充实的地形和场景，角色都用更大的图形展示，画质也很好，音乐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值得肯定。但游戏被炸弹的设计拉低了整体水平，放置炸弹时人物会自动后退一步，间隔时间很短就会爆炸，导致了操作性比较差，也容易炸到自己。再就是炸弹数量的限制设计的不够平衡，不熟悉游戏的情况下很容易不够用。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具备了优秀作品潜质，但还需要继续打磨的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艾鲁纳财宝由 Towa-Chiki 东和奇开发的一款动作游戏。之前介绍过这家公司的福尔摩斯伯爵令员诱拐事件。这作的中文名字翻译有点问题，掉了一个字，音译过来应该是艾鲁纳克或者艾尔纳克的财宝。故事讲述了主角收到他的寻宝者朋友的来信，说正在南美洲的一个小国拉迪亚寻找神秘的艾尔纳克宝藏。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晚上睡觉总是梦到被暗之文章附身。往后他打算顺流而上，去到据说有宝藏的列肯罗米亚神庙，并邀请主角也能过来。来到拉迪亚之后，一个陌生的女孩给主角留下了一块圣石和一句神秘的话，冒险开始。在俯视视角场景中，版面纵向移动，正如背景描述的顺流而上。操作有些特别，按 A 键攻击， B 键将圣石保持在场景中的物体上，寻找封印在物体中的线索，看见物体上去按一下就对了。画面左上方有2个横条，字母 P 的横条表示生命值。场景里有时出现瓶子形状的道具可以回血，不过数量很有限。下面一行字母 L 和字母 D 是光明和黑暗的属性量表，表示人物属性更偏向于哪一个方面。这是解谜的关键属性。进入有的场景需要光明，有的需要黑暗，通过获取场景里不同的物品改变这个属性量表的偏向。剩下的道具就是几种类型的武器，
可以切换。画面下方显示当前使用的武器。整个流程大致是一段野外的场景，然后进入地下，再到野外，再到地下，中途几个 BOSS， 最后是大 BOSS。先说个人评价，1颗星。给1星通常是2种情况，一种是不属于常规的游戏类型，放到现在完全没有游玩的价值，比如某些教育类的作品；另一种就像这座一样，游戏没法正常玩下去。因为有了光和暗的属性偏向，游戏里的几个地方需要100%光或100%暗才能通过，但因为设计缺陷，这之间的场景里没有足够的物品能让属性切换过来，所以如果正常玩就会卡关，到不了后面的部分。这座发布13年没有人能够通关，直到2000年才有本作的设计师利用了游戏的 bug 第一个完成通关，因此还上了电视。即便抛开这个缺陷，游戏也很垃圾，解谜提示非常的不清晰。第一个进入 BOSS 战的环节前是要怼着墙壁一直按上键穿过去，否则就会一直在场景里循环，这就卡住了大部分的人。大量的时间在室外的场景非常单调，结合重复的音乐让人犯困。人物战斗设计也有缺陷，如果是远程攻击的敌人，前几下根本躲不开。所以综合下来，它是一款比自家的福尔摩斯更烂的作品。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根据车田正美著名的动漫改编的游戏，本作是这个 IP 游戏系列的第一部。首先发行了日版卡带，采用了2兆比特的容量，同年还发布了一个法语版本。看来漫画的风格应该很符合法国人的审美。整个圣斗士的游戏系列出了大概10几部作品，到目前最新的是2015年在 PS4 和 PC 上发布的一作。这作对应的动漫中的情节是从最开始星矢拿到天马圣衣，一直到黄金12宫的中期，所以在1988年又出了一部黄金传说的完结篇。开始时输入出生日期，星座决定了初始的参数和增长率。游戏的系统由2种模式组成，常规情况下是横版动作，接近人物或到达特定的场景发生对话。如果和圣斗士战斗，切换成1v1的 RPG 回合制。前期在横版的场景里，主要是到不同的地点触发剧情。见到木修圣衣的情节之后，能在横版场景里进行训练。后期也有横版杂兵战的内容。这里用常规的攻击方式消灭敌人，获取经验值，然后用获得的 EX 点数提升各项属性。A Power 是攻击力， M Power 为移动力， D Power 防御力， H Power 是影响使用天马流星拳等技能。3个次要属性 AS 类似于命中率， CP 影响回合战斗中能否抵御对方的攻击， JP 影响能否躲避攻击。升级各项属性能提升 damage 的最大值，相当于生命上限。这个点数也能和 Cosmo 小宇宙的点数互相转换。如果穿上圣衣战斗，能力更强，但会逐渐消耗小宇宙。来到回合的战斗模式当中，画面上方除了战斗的指令，还有逃跑、谈话和切换队友。显然很多重要的战斗是无法逃跑的，谈话是增加小宇宙点数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可能触发一些其他状态的变化。选择战斗后，攻防顺序是随机的，攻击时要先分配下方4个属性参数，分的越多，使用时消耗小宇宙的点数越多，然后选择出拳还是出腿攻击。如果小宇宙点数分配足够，将发出特殊的招式。防御回合选择防御或者躲避，防御降低受到的伤害，躲避有几率躲开攻击，但实际上很难。战斗胜利后也会获得经验值。除了主线故事模式，游戏还有对战模式。这部作品的内容非常庞大，而且游戏系统很复杂，也导致了它的完成度很低。万代这个阶段应该是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就端上了货架，战斗没有平衡性可言。回合制里小宇宙是游戏的关键，但正常情况下提升的点数根本不够用，差的也不是一点点，要用到和 damage 点数互相转换，频繁的跑到医院的形式来增加。这不会是游戏的本意，而是一个设计的盲点。而且 Cosmo 显示最高只有999，但实际技术最高能到达65000多点，各项升级的属性也不平衡，横版部分肉眼可见做得很差，杂兵的进攻很难躲开，故事叙述非常混乱，到最后没讲完就草草收尾。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半成品，很多的问题在后来的完结篇中得到了优化。个人评价2颗星。
家庭麻将，日本物产开发，南梦宫发行的游戏。一期节目里出现2款麻将游戏，我估计也就这一次了。它和艾瑞姆的麻将发行时间只间隔了1周，既然这座的名字是家庭麻将，我之前说过南梦宫的体育系列都叫 Family Sports， 所以麻将在这里被定义成了一个体育项目。这也是南梦宫家庭系列的第4部，它面对的对象是初学者。这也是2人麻将的类型。开始的界面有3个课程选项和一个实战篇。课程1是一些对麻将基本内容的解释，从最基础的开始讲解，认识牌面，怎么组合，基本的麻将规则。课程2也是讲解内容，包括倍数怎么计算，还有一个问答练习，电脑出选择题，然后4选1。第3课是麻将的经验心得，这个模式下可以开始牌局，有多种补救措施。最后实战篇游玩牌局，从6个对手里选一个对局，其中有5个美女和1个中年师傅，然后可以自定义一些规则。进入对局是高级的电动麻将桌，操作上直接用方向键实现吃碰这些指令。如果是选择中年男人，相当于大师模式，游玩的节奏很快，有倒数读秒，几秒内必须完成操作。虽然和艾瑞姆的麻将发售时间差不多，但面对对象不同，算是形成了差异化。讲解的内容也比较全面，适合想要学习的新手。游戏评价2颗星。魔城传说2：大魔私教加里乌斯，这是科乐美的一个3部曲系列，在欧美被称为骑士3部曲。这3部在情节上有关联，但类型完全不同。初代魔城传说是1986年发布在 MSX 平台的一款纵向射击游戏，第2部推出了2个版本。1987年4月发行了 MSX 版，游戏名是《魔城传说2：加里乌斯的迷宫》。同年8月份发行了这部红白机上的大魔私教加里乌斯，红白机版做了较大的改动，图形也是全部重新绘制，只有日版，也是红白机上仅有的一作。游戏是横版动作结合了角色扮演的要素。初代故事里，正义的骑士波波龙从大恶魔加里乌斯主教手里救出了希腊公主阿弗洛狄特，但趁波波龙不在，加里乌斯占领了希腊城堡，并从天堂绑架了波波龙和阿弗洛狄特还未出生的儿子潘波斯。游戏目标是要穿越城堡和5个世界，击败4大恶魔和加里乌斯，获得5把伟大的钥匙，救出潘波斯。游戏系统有类银河恶魔城的部分特点，需要获得特定的物品才能进入更深的区域，可以在波波龙和阿弗洛狄特2个角色之间切换，他们能力上有些区别。蓝色的波波龙可以击碎石头，打开沉重的门，根据按住 A 键的时间长短，跳跃高度可变。粉色的阿弗洛狄特在水下存活时间更长，可以发射更多的弹丸，但跳跃高度固定。消灭敌人获得经验，有时会掉落金钱，金钱可以购买道具。画面上方分别显示2个人的血量和经验槽，经验槽满了之后不是升级人物，只能回买血量。游戏里也没有等级的设定，按下暂停键打开菜单，除了切换人物，还有3类道具，分别是副武器、物品和宝物，还有一个查看地图的选项。所有的道具包括地图宝物都是从宝箱中获得。副武器的使用和恶魔城类似，按上加 B 键，包括了几种弓箭、火焰、地雷炸弹等等，数量显示在画面的右上方一个箭袋的图标，能通过消灭敌人获取。物品类包含了装备，随着游戏推进能获得更好的武器和盾牌，还有传送效果的天使戒指和魔鬼之翼，照亮黑暗的蜡烛和各种增益效果以及强化自身能力的物品，总共有20几种。伟大钥匙通往下一个世界，同时也是增加最大生命值的宝物。除了初始的城堡，后面的几个迷宫的主题分别是森林、火山、墓地、冰和废墟，都有 BOSS 镇守。游戏的场景相当广阔，每个区域都有很多的部分构成，要经常查看地图了解所在的位置。不过可能是广阔的场景占据了很大的容量，在图形和音乐的元素上好像很节省，所有场景里的墙壁和砖块就那么几种方块类型组合在一起，不同的主题主要是换个背景，看起来很单调。宝箱打开都是一个样子，都没有道具图片，仅仅用文字描述。音乐水准依然很高，但曲目较少，人物动作也很单一。综合来看，本作的设计重点讲究一个量大管饱，从而牺牲了音画和其他的一些部分。敌方角色都比较有特点，
整体玩起来还是很有趣的，个人评价3星半。水户黄门这个人物名字历史上指的是德川光国，从德川幕府3代家光开始，水户家被列为御三家之一。德川光国是德川家康的孙子，也是水户家第2代藩主，曾担任中纳言的官职。中纳言又称为黄门监，因此也称为水户黄门。在日本民间的传说故事里，被描绘成青天大老爷的形象。1969年开始播出水户黄门的系列电视剧，几十年来持续播出，讲述了他微服私访的故事。游戏的内容就是根据电视剧的情节而来，黄门大人和他的随行人员走遍日本的7个国，解决各种案件，也就是7个关卡。这座也是2兆比特容量的卡带。游戏采用了俯视的3/4视角，第一眼看上去有些像大盗午夜卫门。过关的方法是要收集各种线索，解决案件。画面下方左侧的一个横条表示收集线索的量表，一开始是空的，通过几种方式把它逐渐填满。第一种方式，关卡开始时控制格桑或者助桑，不同的关卡2人交替出场，在场景可以出拳攻击或者和人物对话。遇到坏人要先把对方打服，坏人的表情会变化，然后和他们对话得到线索，下方的线索量表会增加。如果把他们击败还能获得道具，可以直接和普通的镇民交谈，也能获得线索。如果攻击了普通的人会被罚款。消灭恶棍获得的风车和碗是召唤队友的道具，数量在画面的左下方。使用风车召唤迷妻，他是一个忍者，可以远程攻击或者跳上房顶，最重要的作用是到别人家里偷听获得情报。使用碗召唤幼平，他的身份是农民，但可以进入其他人无法进入的房子，以此获得线索。画面右下方的横条是体力值，如果是召唤的队友，体力值随时间一直消耗，消耗完人物会变回来，体力值回到召唤前的状态。线索量表满了之后，找黄门大人裁断就能过关。道具可以从商店购买，多次购买物品涨价。除了召唤的道具，画面下方从左到右，饭团回复血量，日记本继续游戏获得密码，斗笠免受敌人远程攻击的伤害，木屐提高移动速度，簪子免受碰撞的伤害，是东海道53次的客串道具，符纸免受鬼魂的伤害，打败一定数量的坏人后鬼魂会出现。最后一个手提灯笼，游戏有时间的限制，通常是不够用的，用这个道具来增加时间。这部作品很多设计都和电视剧的内容相关，游戏里加入了大量的合成语音，而且好些都是长句子，应该是经典的电视剧台词。还有人物和场景的设计、关卡安排，如果不是看过电视剧的玩家，应该没法产生共鸣。如果单看游戏的素质，玩法有些新意，时间限制设置的太短，不同的关卡比较相似，动作方面表现一般，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接着讲87年8月份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